这个僧人啊，就感觉像是被埋在了土里一样，而他头上戴的这个佛珠呢，依然还清晰可见。旁边这里是另外一个僧人的头，现在就这样了。这是一个罗汉堂，你看它两边啊还有对联，左边写的什么？我如正什么？何氏云堂第几尊？第什么？很多字啊都看不清楚了。哇，这里有好多的罗汉啊！非常多，这可不是18罗汉哦，这比18罗汉多得多了，108罗汉啊！各种僧人，你看这个僧人啊，他的手底下都长出了一个马蜂窝了。这个僧人啊，已经都被这些杂草林覆盖了。这个天气有点热哦。这个罗汉还是红头发。这个啊，不是红头发，这戴了一个假发。啊，这是模仿欧洲人嘛？嘿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你看这在笑，是在笑他吗？中间那是不是地藏王？唐僧吧？唐僧啊。如果是唐僧的话，那应该他已经从西天啊取经归来了，然后带着众弟子呢，在这里啊祷告普度众生吧。不过我发现唐僧的旁边啊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还蛮奇怪的，因为他看似呢像僧人，但是呢又不像僧人，因为他竟然有头发，就坐在唐僧的旁边啊，混在这些罗汉里面，也在祷告。那他是谁呢？你认识吗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上面啊，这个天顶呢，其实挺漂亮的，全部都写的是佛字。不过这个地方啊，都已经破裂了。这里的蜜蜂啊，特别的多，好多的蜜蜂。嘿。有人吗？哇，这里面同样也都是罗汉，穿着绿色褂的罗汉，见过吗？这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。你这个罗汉啊，手上拿着《金刚经》，这是释迦牟尼吗？还骑在孔雀上面。哎，骑在孔雀。旁边还有他的护卫，这很少看到。看底下的香烛，哇！你看这个罗汉啊，嘿，还戴了一个面罩，看到了吗？平时可以装扮成另外一个样子。海怪啊，你看上面都破了。看下面这个还蛮有趣的，眼睛都没了。哇，
这上面有点错综复杂啊，分路了，而且这个上面的台阶特别的高。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地图，不过这地图啊都已经没了。我们从左边走啊。哇，这上面的罗汉啊更多了，看坐了一排，而且还有这种蓝色脸的罗汉，你以前有见过吗？没有哎。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罗汉啊，穿着绿色的衣服，全部是泥塑的。这是佛祖。哇，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非常的惊讶。嘿，你这个石板梯啊，有点历史了。好多的蜜蜂。他们都没有名字，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坐在莲花上面。那地方还有钱，供奉的2块钱。观音菩萨吧，哇哦，这个里面啊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工厂一样，哇！走进来以后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你看这里，这个头啊，都掉落在地上了。好多蜜蜂围着他们。对，这些全是泥塑的，而且这里还有佛珠。你看这佛珠，石头做的，用了一个铁棍穿起来。这边也很多，这可不止108尊了哟！哇，你看这上面的这个造像啊，已经破损非常的严重了。你看这里的这些罗汉啊，头都没了。它其实还不纯粹是用那种泥巴做的，因为它的里面啊还有这种木桩，所以应该是有一些年代了。看到了吗？这个里面，虽然这是罗汉堂啊，但是你看这些塑像，有一些破败以后啊，真的看上去还挺诡异的。你看这里只剩一个嘴了。越往这个里面走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蜜蜂啊？越来越多了，就像一个蜜蜂的巢穴一样，好多的罗汉。这在打电话吗？嘿，我还戴着铁耳环。兄弟好，来一张合影。嘿，还有老僧人。而这一面的塑像啊，全部都已经被毁掉了，只剩下一些香客的香烛吧，还残留在这里。这里过去啊，都是造像。这一面也是，
现在已经变成蜜蜂的巢穴了。那底下这些香烛，这一面啊，就只剩上面呢还有3个罗汉了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罗汉啊，他们不仅是用这种泥塑来进行的照相，而且呢，他的眼睛啊，竟然还是用的玻璃珠，所以用电筒这样扫过去的时候啊，还会反光，所以看上去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晚上如果来的话，肯定会被吓惨。晚上啊，你比如说像这个罗汉，你觉得看上去呢，现在就只有一个眼珠了。那上面的瓦屋全部是木质的搭建，这得有一些年头了哟。这里都有罗汉的，这是谁？也是观音，应该是柳叶观音吧？你看这个僧人啊，他手上拿了一个什么法杖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像是唐僧的那个法杖。唐僧的啊，应该没错。你知道那个法杖的由来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法器啊，最早是出现在《西游记》当中，据说好像是如来啊赐给唐僧的宝贝吧。因为它周围呢有9个环，所以也将它命名为9环锡杖。而这可是价值2000两黄金的宝贝哦。但这不重要哦，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法器以后呢，就可以避免各种妖魔鬼怪的侵蚀吧。但是现在为何会在他的手上呢？难道如来也给了他一根吗？还是说他就是唐僧呢？哇，你看这些啊，都是头哦，全是头。现在这一栏里面啊，现在就只剩下2个头了，而且这个头上还能隐约看到他的眼睛。那个，这地上你看还有石柱杵哦，这可是老物件的哟，有点像是清代的。哎，连这上面啊还有黑色的很大的一个匾额，写上的是什么？行愿无尽。行愿无尽吧？知道这个行愿无尽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哎，都是些繁体字。这应该是佛教的术语吧？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那种普度众生。时间是公元1995年秋季立的，底下还有很多做过功德的人吧。哇，好大的一个这石匾啊，就放在这里。下面的罗汉啊，全都没了。你知道看到这一幕啊，让我想起来什么吗？想起了什么呀？这让我联想到了当年那个张献忠呢，来屠杀四川的时候，把那些僧人啊，可以说是赶尽杀绝吧，让他们家破人亡。你看这一幕啊，是不是有一点那样的感觉呢？确实，感觉是惨绝人寰。非常的惨。可能是因为这里比较潮湿吧，所以又加上这是用那种泥巴泥塑制作的，长时间无人管理呢，所以啊，就变成这样的模样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华严三圣，现在只有中间的阿弥陀佛啊，还是较为完整的吧，而旁边的菩萨都已经不在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石柱杵，这个僧人啊，就感觉像是被埋在了土里一样，而他头上戴的这个佛珠呢，依然还清晰可见。旁边这里是另外一个僧人的头，现在就这样了。哇，眼珠都掉下来了。对，这就是眼珠嘛。
过去这墙壁上面啊，还有彩绘，不过现在全部都已经脱落了。哎，那个后面应该也有彩绘耶，是不是？全部都脱落了。注意哦，这里有很大的蜘蛛网。哦，这后面啊，就通向后山了。走，我们再去那边看一下。其实这里的规模啊，真是蛮大的。这当年那得有多少的罗汉啊！而且你看那个大殿上面啊，竟然都还有罗汉啊！不仅有龙，而且还有罗汉。你看这底下的雕梁画栋啊，上面有仙鹤，还有各种鸟吧，木雕的，是不是还蛮漂亮的？这里就是大殿了。哇哦！这应该是观音菩萨吧？你看左右两边啊，还站有童子。这观音菩萨底下供奉的东西比较少哦，那边有钱，你看，这里供奉了好多的钱，有1块的，有10块的，不过并没有香烛。上面写上的是慈航普渡，而观音菩萨的两面啊，站满了各种神灵，这些就不完全是罗汉了，还有其他的各路神灵吧，而且我感觉还有地狱的，像妖怪一样，你站在后面。这应该是罗汉，非常的多。有人吗？哇，地上是什么？哇，好多的这种像道家的符一样。哇，这竟然还有2楼哎！这一个油灯，木阶梯，2楼全部是堆的柴火，就是一个小阁楼，那上面。但不知道这些像符一样东西啊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些字啊，我也不认识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看有没有电？没有电。走，你先出去。这里面同样也有很多的神仙，各路神灵，都不认识他们是谁啊？那就像是妖怪一样。哇，这边竟然还可以通到后山。
寺庙还蛮大的。你这屋檐全是罗汉，真是以罗汉为主题的。哇哦，这里已经是杂草丛生了哟。后面就是后殿了。这里有多长时间啊，无人打理了？那我们还是进去看一下吧。我得开辟一条路出来啊。这是阶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是一个瘸子啊！你看，这是茄子，都长到这里来了。哇！从那边走。好走吗？沙发非常的破烂，你看盘龙珠，有人吗？棉絮，你看上面，是不是蛮有特色的？房子里面都拉上了这种红色的布，而且上面还有绣花。空的，里面都是空的。不过蜘蛛有点多。朱红色的柜子，哇，这里面好多的碗，看来在过去的僧人啊，应该不少。而且你看那个地方，这上面是一个隔板哦，那还有一个阁楼。不过没有阶梯。这里面就是佛祖了，哇哦，金灿灿的，从左到右啊，应该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和如来吧，前面还有迦叶和阿难。而周围啊，这两边呢，就不是那种雕像了，而是绘画。同样也都是罗汉，在一个石匾写上的是“报父母恩”。这应该是地藏王吧？哦，没错，上面写上的。下面是西方三圣，中间是观音菩萨。但这里啊，还有一个老年人哎，有一些年代了哟。这个老年人啊，不知道是谁，是不是以前的管理者呢？也不知道啊。看那个寺庙上面有没有建造的年代。哎，上面是能看到有些文字。公元1994年6月27日，还有很多啊，看不清楚了。很多祥云一直通天，这一面的罗汉呢，还挺有意思啊。嘿，踩着一条龙，手上拿了一坨屎吗？有点好笑。
真的，应该是蛇。蛇吗？哦，我还以为是拿了一坨屎。身披袈裟，这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吧？看这后面啊，还可以通出去。刚才都以为是走到后殿了，结果没想到这后面还有。这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区域。有人吗？哇，推不开。你在后面啊，这阶梯上去全部都杂草林了，而上面就是那个烂尾楼，没法上去啊。走，我们再去那边看一下。哇，果然啊，上面还有好多的建筑。那边还有一些房子，不过这些房子应该都是新建的。啊，果然没错。你看有个木材，还有木门，这应该是等待着重建。因为你看上面的这些木材啊，都感觉像是以前的。哇，这上面竟然还有！它完全啊，就是在这个山壁之上呢修建的这个罗汉寺。这什么？药王殿。哇，好黑啊！没有灯。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彩绘。观音菩萨。这边是药王。哇，这地基啊都塌陷了。哇，这地面啊坍塌的比较的严重哦。这一边稍微好一点。赵公与赵母吗？不知道哎。旁边写上什么？生死簿。哇！生死簿，阎王爷吗？这个人看上去也是像小妖一样，地狱使者，那脸啊都是蓝色的。这里还有一些香烛，都是没有烧的。这边应该就通出去了，是一个木门。是一个伙房，锁上的。你看这些房子啊，就像是新修的，上面的顶啊都还没有完全盖完，就一直荒废在这个地方了。你看这里面木地板，哇，还有蝙蝠，还蛮大的。哇，好大的蝙蝠啊！
有人吗？都是空的，就这样，这样是没有装修的。好，走，没有问题。它在那个上面那个地方，确实有点大。哦，这里就真是通到后面了，上面就没有路了，是一个门。你看一下那个门通向什么地方？是一条路，通向后山的。你看，这就通出去了。上面还有。上面应该是山顶吧？不过这条路看上去也是蛮荒的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看厨房，这边是没有上去。好像应该也是一样的。我看一下。哎，不是一样的，上面也是一个店。哇哦，又是罗汉了，这排罗汉啊，他们都有名字哦。这是什么？香容上师、继承上师、九峰祖师，这位是谁？马祖祖师。莲池祖师、银华祖师，这是白云祖师、定清上师、禅辉上师、青浦上师，这应该就是各路的大师了。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识的话，我真是一位大师啊都不认识。好吧，我们先沿着刚才左边那条路啊往下走了。这是另外一面啊，下去的路，周围也都是罗汉，不过全部都已经变成泥土了。哇，你看这里啊，只能看到罗汉硕大的这个耳垂了，而中间这里啊，哇，这完全是罗汉的头啊，堆成了一座山。有几个？7个头还是8个头？7个头啊！其实以前这种塑造的还蛮真的。这里只能看到一些身体了。长长的阶梯啊，而且这个地基啊，全部都开裂了。
还有几尊呢？哦，这一些看上去好像还稍微保存的好一些。真是非常的多。这每一个罗汉啊，或者说是每一壁吧，应该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就像是一个大合影一样，不仅有大罗汉，同样也有小罗汉。后面这个是早饭。哦，那个，没错。这里还有释迦牟尼。这个罗汉寺啊，它的规模呢其实蛮大的。你看，就从那个底下一直修建到了山顶。刚才我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啊，在寺庙里面呢，其实是有人的，但并不是僧人，全部呢都是一些老人家吧。而这些老人家，我也感觉呢，很多都像是一些孤寡老人吧，他们就在里面啊睡觉休息，人呢也并不多吧，非常的安静。所以，与其说是一个寺庙，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老人院，或者说是一个养老院吧。也不知道他们平时啊怎么生活的呢？然后越往上面走，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些罗汉，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啊，整个寺庙的上半区域呢，就全部都已经废弃了，就如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样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罗汉寺啊，非常遗憾的呢，就是并不知道它始建的年代，也不知道它的一些历史。因为刚才我问一些老人家，包括问一些这种年长一点的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啊，所以真是无从考证了吧。但是站在这个地方啊，周围的风景真是蛮漂亮的。你看对面是大山，底下呢还有小溪，所以在过去啊，一定是修行之地，或者说是一个风水宝地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是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偶然发现的罗汉寺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慈航普渡，好吧，走了。婆婆，那个寺庙有好久的历史了哦。啊？那个寺庙有好久的历史了。哦，69。69啊。我看到那一些梨树，哎，都倒塌了的嘛。倒塌99嘛，年成9，而且那个体积呢赔付嘛说到了，上头还多少？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啷个没得人来维修的？上面都已经废弃了的嘛。就是嘛。哦，很久了哈，历史。寺庙有久。有点久了哈，灵不灵那个寺庙？咋不灵呢？很灵验哈。好，要得，谢谢，谢谢婆婆啊。这个罗汉寺的废弃啊，我觉得大多呢都跟它的地基啊这个塌陷应该是有关系吧。因为刚才我们就发现啊，好多地方呢它的地啊都已经开裂了，而且有一些地面啊都已经倾斜了，所以也让这里啊变得不是这么安全吧。